题，来吧你。哎，好，大家好。我念这个哈。Hello， 咪咕视频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咪咕放映厅五一特别企划，我是今天的陪看官玉言。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3天，你们过得怎么样？有人和我一起喜欢宅在家里吗？五一假期，我觉得我能睡到自然醒，起床做做饭、看看电影和综艺就已经很幸福了。今天由我来陪大家看一个很险的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我好机械的在念稿。好的，好的。好，知道了。那我们开始吗？哦，开始哦，我没法放哈。那麻烦姐姐帮我放一下吧。有看过最新一期吗？没有。我要看了的话，那就没有第一 reaction 了。那接下来就我能不按这个念了吗，姐姐？我这里有很多的水果。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音乐励志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的《天赐的声音》第3季，我是陈欢，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全球生态虫草开创者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老板电讯赞助，老板双枪大吸力油烟机，双枪双吸，1秒控烟。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为天赐的声音乐队老师提供能量支持。小度天天全家健身乐翻天，本节目由小度天天智能健身镜特别支持。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百视 TV、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第3阶段第1期第1组飞行音乐合伙人登场，加油，加油！天赐是我人生当中第1个参加的音乐综艺，今年又来到了天赐，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蛮惊喜的事情。赵磊是刚刚从这个男团使命刚刚结束，开始了自己的这个 solo 生涯，他也刚刚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也全程的参与了整个创作。赵磊现在是以一个唱作人的身份在华南继续发展的，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进行全方位发展的新生代的音乐人。孟州是一位非常棒的电音音乐制作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其中他有一首代表作品叫做《素》，这我首歌呢这个看在国内互联网音乐平台上的点击率是超过了200亿。整个音乐作品呈现的整体感上，会跟普通的歌手不太一样，会加入很多自己的思考。还是带中间的逞强，所有撒在土地里的黄菊就一样染在我身上。来自流过无限岁的汗，还是传说中的盛唐。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它命。
我的妈呀！这耳机还真的挺不错的，感觉。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赵蕊，也送给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带来精彩的演出哈。还就是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其实挺难的，我是因为它就这么几句词，它很难唱出层次感，所以它只能通过那种比较丰富的改编，去不停的让这个歌变得非常有层次。这就对歌手的要求在这个舞台上就会很高。然后跟 Angela 老师，你的声音能不能驾驭这个编曲？写了自己的一张专辑，时隔1年来到天赐，但是我觉得，希望每一次来到大家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赵磊的状态。我还是要赞叹，就是赵雷。赵姐，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酒店我练歌的时候有没有吵到你？因为你住在我的左边嘛。我有吵到你吗？我也有练。我没听到你的声音，那就 OK， 那就。我感同身受。听到你。我也有时候在酒店练歌，声音很大。隔离啊，就是，我刚刚也想说，因为他音真的很高，很标志性。然后我说是不是你在练歌？他说对啊。然后我就打开窗户，然后我们就面对面练这首歌。哦，这个姿势我开个窗，然后我就这样。为什么？他拍下来了。去敲开房门不好吗？短短的14天，我做了很多歌，然后当中就有这一首的编曲，但是很值得来天赐的声音。对。说虽然第一次来哈，但是这首歌也是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是吗？是。哎，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选这首歌好了。那其实这首歌大家看歌词啊，它就是非常非常弘扬我们黄种人的民族的自豪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 EDM 嘛，但是 EDM 其实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其实我一直想在探索一种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EDM， 中国人自己的跳舞音乐。因为我曾经就欧洲演出啊什么的，当听到我来自中国的时候，然后就会特别的刮目相看和哇就 amazing， 然后就各种好的词吧，就是那些，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黄种人，那我们来唱这首歌，它是有现在的意义的。胡梦舟，我想说夸他应该很简单，你就在他旁边玩消消乐就好，就是unbelievable perfect。他刚才听到表示handsome unbelievable perfect， wow you are so great， 他应该就会超开心。对，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舞台，很嗨。谢谢你们的开场。谢谢。梦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字，这是他的一个风格。但是这一个字往往非常的难。刚刚那首歌不止他们两个难，这个乐队也很难。哇，这是至少是160、170的双踩，在那个 metal 的那个鼓的部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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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啊！刚才我们的那个鼓手在踏的时候，我也在试。我说实话，就是一段我踩不下来，而且我真的想不到，竟然是个女孩子打的。差不多，差不多。像踩缝纫机一样。哎，突然画面就不太对了，对不起。其实我从昨天排练到现在过来，我都没有敢跟乐队老师打过招呼。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乐队老师说，真抱歉。好，接下来你们要进行一个内部的讨论，在对面的5位老师当中选择一位成为你们的音乐合伙人。2位，你们这是要选择导师。音乐合伙人是胡彦斌老师。因为胡彦斌老师本身就是我的老师，真的想有幸跟老师合作。因为胡彦斌老师英文名叫 Tiger 嘛，老虎嘛，然后今年又是虎年。你只是为了图个吉利吗？我没说，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Cosa， 是一个狐狸的意思，所以呢，我想狐假虎威一下。当然，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主动权交给我们的胡彦斌老师了。在2位当中，你只能选择其中1位你进行搭档，或者都不选。现在我想问4位音乐合伙人是否要进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如果是的话，请把你想要合作的那位音乐合伙人的名字写在你的题板上。揭晓。空的。有请碧晨。赵磊，哇，抢人了！我觉得他真的唱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有很多画面感，所以就想看看你们都在说啥，一起合作一下。赵磊，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跟那个碧晨。哦，怎么还帮忙拉票的呢？什么？我复议一下，我也觉得是。这么多人帮我拉票，我突然间有点……你们看节目呀？先生，快点帮帮我！我本来想看看实时弹幕你们在讲什么，怎么都在讲我？请揭晓。加入啊？加入。胡梦舟，哇！就是我也发现，就是其实很多像做电音的，他们会自己做出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音色，可以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音色，所以我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无限想象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很想争取一下胡梦舟。我觉得胡梦舟跟周深太合适了。我复议一下。复议。这样好。好了，我们马上来揭晓赵磊来进行选择，分别是碧晨，还有胡彦斌老师。你要选择的是。他要选择的是张碧晨老师。哇！选人成功，恭喜碧晨！看来这个3年的老师啊，这个就这么抢过去了。学完了，翅膀硬了，飞吧！老师，我很尊重你。他好善变啊！接下来到了孟舟了，你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首先很谢谢那个周深老师。谢。上天猫不如搜好酸。天天健身记，本节目由小度天天制。那就不选他了呗。哦，这个也抢成功了。你们前面为什么要选我呢？他们面对对概率1%，你这里是50%。我给人生。我都看不清楚是谁。戴雨桐呢？看看你们说啥了？哦，安排好的呀，真的假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没有想合作的老师？觉得很安逸、很享受，就是都想合作，我都行。我没坐着他，他只是在后面而已，对不起。带两根耳机。哦，我想大声点儿。这是最大声儿，最大声。只有他不能站起来，只能坐在那里弹吉他。
他那个心，他的心好小啊。很开心被称为歌星。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以前都在电视上看天赐，所以我现在感觉就是又。我觉得氛围感非常的满，会有。我这一次终于。很熟啊，听过的，他唱歌是非常通透的。那我想问一下，雨桐，在你的音乐世界里面，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次拥有一架自己的钢琴吧。对，因为我们家其实。他说别人是赚钱，你爸爸是苦钱。人家爸爸给买钢琴，你有没有跟爸爸分享？我爸给我买的是电视机。现在有这么多的粉丝。广大的老百姓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很爱看电视。他觉得。非常的谢谢，谢谢老爸，谢谢。
然后第一首歌出来唱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还可以。后来就越唱越开心，然后就会很期待明年再看演唱会。音乐世界里面有哪些第一次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了，然后我们组17、18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一首歌。我来想想，然后那首歌，是一首我来想想我的叫《圆圆成语》，印象深刻的第一次。然后后来被特别多。其实我刚出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印象深刻。我刚发自己第一首 EP 的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概念。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也是你们印象中非常深刻的第一次，就是那首歌，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第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然后就是慢慢对了录音棚，然后慢慢对舞台有了那个憧憬和执着的感情，就是因为每次表演，然后就是都会在舞台上留下新的样貌。就回家回宿舍，那个酒店，就是会反复去看，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舞台。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印象深刻的时候。谢谢。就是一个转变吧。哇，他声音好好听啊！他俩一张嘴，我就觉得好像回到了高中时刻。就他们给我一种很淡的归属感，打嗝了，让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听他们两个人唱歌，然后现在好像回想，人生最想回到了一段时光，打嗝我也要吃，高中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歌，特别喜欢，谢谢。你们两个人已经认识10年了，那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如果过去了这么久，大家在提到房东的猫的时候，用的那些形容词或者用的那些感受，还是舒服、青涩、校园感，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房猫的这个印象会不会已经越来越定型？就我们其实现阶段有标签是一个还是算幸运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让人家记住你。你们乐队成立10年了，那么下一个10年，你们还像高中生一样？这个可能是你们要想一下。所以你们第一次见我是在什么时候呢？自己的音乐是非常包容的，就是我们也各种尝试，就是那种面对面的，不同的制作人合作。去年的时候有发一张我们的 EP， 其实那一张 EP 是涵盖了很多我们想做的风格，就是也有一些舞曲啊，然后 disco 啊，并且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也会有一些跳舞的东西。就比较拙劣的那种啊，但是是一个开始。对。哎，我有一个案例可以分享。我在10年前应该是跟大张伟是同一家公司的，那个时候全公司的人就在说，大张伟在台上这样唱歌，10年以后他怎么办？但是他今天依然这样唱歌。对。因为他喜欢唱洗刷刷那样的歌。开心的。他那是他真的自己。所以不用去想应该保持风格，还是不断改变突破。你只要内心 believe 那个东西就好了。我觉得梁岩老师那个最重要的那句话是说，他希望房东的猫可以有未来的10年。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歌手跟每个歌手不一样，有的歌手他可能被大家认可或者是被大家喜欢的时候是那个风格，然后他也树立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就是所被大家认可。也会有自己的收益，就是大众所欢迎的这个风格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坚持这个风格，因为你已经成功了。
如果你要是我觉想得你的性格我超级改变的话，也超级喜欢可以，就是很其实看你自己吧。但如果你已经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已经不用去探索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挺好在的， 18年的已时候，经当时省事儿了我们做一张很多。专辑，然后有但如果要是周深老师做一说个电台的采访，改变音乐风我格记得周深老师有会一句让大话，他家说梦想只会被打压，但就是会不认消失可你了，或者是不反正就不是因为去唱歌收听、不吸引了他们买账了三个就，我对觉得那就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看你自己能不能跳出这个舒适圈吧。但如果要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从我来看的话，洪梦舟，因为我现如果在他要在个人的你们当风格中选择一，我觉得位的话还没有哪怕树的选择了非常非常的清晰他也要在你们，因为我是善变的之间人，我也不做接下来的想给自己树立风再一次格。选择，就是，但是有的人有请周深是做出你需要自己的树立选择风格的，我觉得我不需要，所以我就是我们来看看想做什其么歌曲他四位老师就是做什么否加入到我歌曲，们的抢人环节挺好。 3、2、1，请揭晓。每个人不一样的，我觉得不抢，我也选择不抢，不抢。都不抢呀。来，海泉哥，3、2、1，那我抢。房东的猫，因为去年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们是跟谢春花在一起，然后让我2选1的时候，我非常纠结，非常纠结。哦，当时没选你们，没有梦想和哪一位音乐人合作？啊，不，你看生气了。对，他们是你们很想成为的一个，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我很希望说以我的方式，我更想跟哪一个音乐人合作？在你们非常舒适的情况下，同时不会去挑什么哪位老师之类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我是会看2个人的音色，就是根据选择，而不是根据名字去选择，就是根据彼此声音搭在一起，然后等等等等的。就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就是想跟自己发不出来的那种音色的老师合作吧，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撞击感，我觉得。然后最想有没有很想成为的一个歌手？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想成为是没有，但是想取得和他一样的成就那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不会想去成为某一个人，而是他在音乐上面的成就。那我觉得应该就是Michael Jackson， 就是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我觉得就是永为流传吧。我这个人真的也太野心太大了。是否接受我们海泉老师的这个100%确定的邀请呢？如果我没有加入的话，你们几率不超过25%。好，有决定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海泉老师。哇！恭喜房东的猫和胡海泉成为我们接下来下半场的音乐合伙人。接下来继续把难题抛给我们的周深，深深会如何选择呢？3、2、1，请公布。听我啊，因为我要写的是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对，首先我想说，今天这个舞台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雨桐是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听过你之前那首歌，但是因为我之前也选了胡梦舟，我也很喜欢她的风格，就总之就是也不太好辜负她。没事没事没事。谢谢雨桐。所以他们只能选一个嘛？哦，只能选一个人。那就是如果要是下一个出现了他们喜欢人的话，他们就可以替换掉上一个人，不是？是他们就是两组在一起，然后他们可以选一个导师一起合作一首歌曲，然后导师也会选一个人来进行合作。
那如果我已经选了人完，然后下一个来的人我更喜欢，那怎么办？哦，对，那我这个老师也就是我是看还是维持原选择，还是要选经验人？哦，那就是说好残忍啊！就是我可能已经过了，完了之后我在台下等着等，然后突然有一个别人就把我给替换掉了。那先上场的人会不会有点吃亏呀？黄晓敏之前来过《天赐的声音》节目，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到第2季，能看到她很显著的变化，但是一直不变的就是她非常稳定的唱功。祝贺第10季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5个月是中国好声音最新一季的冠军，都第10季了，非常的出色。那么在演唱上呢，其实也很有独到的地方。是我本场最期待的一位歌手。好好听啊！这个音色。剩低幾多心跳，入面跟水晶。
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與少，也許真的瘋了，那個倒影多麼可笑，靈魂若變賣了，上鏈也沒心跳，銀或金都不緊要，誰做機身一樣了，計劃了，照做了，得到了，時間卻太少。No no no no， 還剩低幾多心跳，還在數講不及了，昂貴是這刻我覺悟了。在世界裏看破一生渺渺。哇，很难唱。我其实还是粤语歌真是，我挺喜欢粤语歌的，难唱难唱。因为我感觉粤语歌它的那个风格好像就是跟我平时就是唱普通话有点不太一样，它会带一种另外的风格，就是粤语自带的一种风格。送第一次来，我觉得来到，就是反正我个人是不太敢挑战粤语歌的，就是因为我那个发音我发不准，就容易出戏，就是别人就是一听就能听。就算我不会讲，但是我也自己也能听出来我唱的很不准。就是如果你唱不准的话，它就会失去它粤语的那个味道，然后也会就听着会怪怪的。所以我个人不太敢挑战粤语歌，所以我也几乎没怎么唱过，非常之少，在我的印象里。还有啥来着？刚才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没回答？哦。我来想一想，就是我们今儿想不起来，下一个吧。可是我不会唱粤语歌啊，这个就是我不会唱，除非你让我现场我可以模仿，你给我放个什么歌呢？没有什么歌，我不知道，我只能现学。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粤语歌，就几乎不会唱。没有怎么唱过。是5颗月，初来乍到，请多指教。其实这个组合蛮有意思的，两位都参加过比赛，然后都是总冠军，所以这是一个冠军组合。那这一次来到我们天赐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心里还是很激动的，毕竟其实在我上一个节目当中呢，我是以一个选手的身份，但是今天我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站在这里，特别的开心，也特别感谢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邀请我来。对。这首歌非常的难唱哦，真的是得唱功鼎鼎的人才敢唱这样的编曲。对，两个女生的这个声音感觉暗中较劲，一个唱得好。一个唱的怎么那么好，一个还唱得好，哇！然后到最后两个人走起来，然后互相的对望，所以两位刚刚的整首歌，我觉得演绎的非常的完整，而且让我很有感触。小时候啊，我们有一首歌唱的也是这个意思，叫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啊。其实唱的也是这个陀飞轮，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的歌曲。其实往往都会让我们去思考到很多人生上的一些真谛吧。我太喜欢两人今天在看看你们在说什么表演，你们各自都带着一种故事，然后彼此在舞台上层层叠叠交织着，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爱，我好喜欢好喜欢。然后再来说，感冒是好了，但是那个嗓子还是这么好。我要谢谢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搭档。确实，就是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说对了，就对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舞台，那一定是我们两个互相成就。对对对对。
时间它其实是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它是在你不同的年龄段，你会有非常不同的感悟的一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小时候觉得啊，时间快点，吃的黑黑的是树那你到后莓，面开始工作或开始读书，你会开始感叹啊，树每天莓时间好有限。黑尤其是莓，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的那3这年是红的是树因为莓，你觉得时间很珍贵，我们开始理解到，然后也谢谢2位这么好的歌手，红的能够让我是去看到一个具象树化的哎，怎么就我是不是刚才说过了呢？我刚才是不是说这首歌黑的是黑莓，红的是陈奕迅的这首歌树莓？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跟我的经历，我像鱼一样，这么奇妙的其记忆。实因为我今年30岁嘛，从去年开始，我发现我的一个黑心态的是黑莓，有一个很大红的是的变化。红莓比，如说我在20红出头树莓，我那个时候很想要买某些包包，我那个时候拿到一笔工资，然后我就会脑子一热就会去冲动消费，对。然后直到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了我柜子里的包包，我就觉得，哎，就我好像也没那么喜欢它们，或者是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了。我发现我现在应该去填补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精神上的一些匮乏。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30岁才悟出来的一些道理。所以我很珍惜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小敏，刚才我听到你讲说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女生的演唱者不要害怕，可能这里可能会我们慢慢老掉，但是你的声音已经有了很多的故事感，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唱歌。我们女生不管到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唱到60岁一样美丽。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小敏唱歌，然后我觉得就是莫名的让你好揪心啊。她唱的每一个字，就让你觉得很难受，你知道吗？就她一张嘴，我就很难受。今天穿的衣服有什么讲究？我是去年我们比不是你们要求穿睡衣的吗？对，就3、4个月。这不是你们的要求吗？为什么还要反过来问我？我就觉得哇，长成这样，哇，唱成这样。然后我就穿睡衣来了呀，就是居家嘛，给他开一扇门。就是居家的那种感觉，在整个好陪大家在家里看。他唱每一首歌的时候，他都会不要很在意到处乱跑，他自己的519发音乖乖在到底家待着。是不是很完美？就到好声音最后也是，但我觉得今天不一样了耶，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其实碧晨老师真的很了解我，因为今天虽然这有一个沙发，但是躺着你们就看不到我了。真的，因为我的奶奶她是因为中风，所以说她已经就是没办法自理，然后呢，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只有好开心她就笑，然后不开心呢，她就可能摇摇头这样子。我每次回去，我会亲自给奶奶剪头发，剪得跟狗啃一样，然后但是奶奶还是会笑得很开心。比完赛下来其实蛮多工作的，然后我就匆匆回去看了一眼，我就跟奶奶说，我说奶奶你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可以给你买一套电梯房了。跟她说完，然后我就匆匆的道别就离开了。但是当我回去工作的第5天，那天早上，手机突然间那个电话就响了，说我爸爸，喂女儿啊，你现在平复一下心情哈，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奶奶刚刚在凌晨的时候走啦，你现在今天工作多吗？你时间可以回来吗？你有时间吗？我当时听到，我说第一时间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第一时间我就坐车，然后就回老家了。我没想到这匆匆的一面，就是已经变成了最后一面，我连就是给奶奶承诺的我都没有实现，然后就，对，不好意思，谢谢。在这首歌里面，我唱到了这个我自己的历程。我认为真的，在我们每个人在去追逐我们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珍惜眼前人，就真的时间不等人。
超级喜欢汪小敏和5个月带来的这首《陀飞轮》，太棒了。刚刚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句话叫做“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许小敏她在唱的是时光的流逝，她作为一个歌手这么多年，她对于自我的思考。30岁的歌手汪小敏又怎么样呢？谁说30岁的歌手汪小敏不会在乐坛取得更多的成绩呢？而柯月，你唱的可能是对心形的那份珍惜、那份遗憾、那份不舍。对。而且我觉得你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歌手，你的一切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你还有更多的未来可以让我们期待。谢谢，谢谢老师。接下来你们要进行一个内部的讨论，在对面的5位老师当中，怎么看待年龄增长？下半场的音乐合伙和时间流逝。所以2位，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年龄的增长是不可控制的，就是现在你陪我看电视的同时，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你的年龄也在1分1秒的增长。我觉得活得开心最重要吧，不要太在意年龄的增长，这样活得会很焦虑，你永远都觉得你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有什么意义呢？那还不如活得开心，不要想太多。人一旦想太多的话，就会活得有压力，很焦虑。就像你们一样。我说完这句话以后，现场的朋友们叹了一口气。不要太焦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对生活充满善意的话，你也会过得快乐。虽然生活不一定会回报你善意，但是你起码自己会快乐。然后还有什么来？我不一定会回报你善意，但是你起码自己会快乐。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姐姐，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哦，我好像刚才都讲了吧？好的，我都回答完了。我这场分享完，我热晕了，我热晕了。怎么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孟周，你这个不光是对周深的一种考验，对胡孟周强大的100，这个不光是对周深的一种考验，对胡孟周强大的160的心脏也是一次考验。我热，因为这个灯。160的心脏已经开始双踩了。其实我来过3次了，然后我跟海泉老师、跟冰冰老师我们都有合作过，然后我也非常想跟。看看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柯月也非常想要跟周深老师合作，那我们的一致意见，周深老师。胡孟周，你走吧。我应该在车底对吧？我应该在车底。我的天！好了，有请周深做出你的选择。你在笑什么？这个不是蚊帐，这个是睡衣。周深都驼背了，我的天！给他难为的都驼背了，压力太大了。当然，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需要一粒我们的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来，各位请看，就是我手中这个哈，它这个一粒含片里面呢有7倍虫草精华，更好的吸收。来，我正好兜里也有。没有，这我没在家。这个贴心，吃完就能种草成功。我跟你讲，随身带一个，随时可以含，随时随地的调整最佳的状态。天猫搜索。我在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悲喜的确不太相通。当然，在周深选择的同时，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4位老师是否会对，我小时候语文成绩是最好的。请揭晓。我空白，不抢。谢谢老师。大家都是一致的，就让他继续驼背下去吧。这个布料很好，所以它不会难受。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要不要分担一点？因为今天在台上我还没有选到人，是吧？我吗？王小敏。谢谢冰冰老师。我之前在这个舞台上也有跟汪小敏合作过哈，我会时不时的会去复盘我自己曾经的作品，每一次听到跟他合作的歌，我总觉得哇，一个很节俭的人。你想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就是随便穿个短袖，
胡彦斌老师。恭喜彦斌老师和我们的小米成为下半场的音乐合伙人。好了，现在这个难题依然在我们的深深这边，马上来揭晓周深他的选择。没有关系的3、2。妈妈除了是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 WS。他还是班主任。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TWS？ 什么是 TWS？ 听我说对不起，因为有你，我脚趾在口底。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对不起，对不起。感觉他的画风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老师那儿把胡梦舟抢过来，然后会，当然就是伤害谁，其实都是一样，伤害。自己说出了这2个字。你承认了。深深以后啊，就做人要厚道，不要老抢别人的人。真的。结果害了自己吧？你看。可以退货吗？没有，真的对不起，你们唱的真的非常好，非常喜欢，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合作。好，谢谢。谢谢5颗月，谢谢。好了，我们看到本期节目的各组飞行音乐合伙人和我们的常驻音乐合伙人已经有了各自的搭档，我们下半场见。看到你名字，我就会冒出这个想法的那个歌，就开端里面它有一段旋律。对，刚好这几天又看到网上有人把它填词发行了出来，我觉得很适合你去改编，把它变成一首很舒服的电音歌曲。周深推了那么多好的歌手，然后选了我，我不能辜负他，压力太大了。你试过东阳光葱炒含片吗？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会很方便。好神奇的味道。我们元气满满，去编曲吧，加油！还有就，有没有那种特别爆发力的，就唱歌上？你有过吗？这样没有过。那怎样有过？这样。如果再让你放开一些肢体会怎么样？这样的吗？曲风上是一种突破，但同时表演的形态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和突破。欢迎来到老板电器烹饪创造时刻，2位，这台呢是老板电器蒸烤炸一体机。陈欢绝对是个好男人啊，在家里肯定经常做饭。动筷子吧。我数学还可以，不能说非常好吧，但是也没有很夸张的差。其实这一次选的是一首《可惜没如果》，原来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男生视角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我在鼓掌，这里没有蚊子。那这首歌可以唱出很多的人的心声吧。接下来看看2位在舞台上这一次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现。好，没问题。但是啊，洗碗不会让我们要自己去动手洗吧？我最喜欢哪一门？我们这儿有老板电器会洗锅的洗碗机，56套的超大容量。然后还可以容纳116件餐具，不得了哦，那就绰绰有余了。而且还有什么？还能洗锅哟，老话说得好，天赋碗筷不添麻烦。那就辛苦啦。其实我挺想弄一首中国风的歌，就是《定风波》这首歌也是历史，很多年前我就想唱，因为每一次上历史课都能知道很多的以前的故事。跟朋克，你给我们自己加油！干杯！干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赐声音》第3季下半场。对，我的桌子前面有树，我来，红树莓、黑莓、蓝莓、草莓、樱桃。那我就抽这个吧。菠萝、西瓜。水果园里有什么？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全球生态虫草开创者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的《天赐的声音》节目，联合微博发起分享《天赐的声音》的点歌活动，微博校园34所学校共同选出了想让合伙人哈哈哈什么哈哈哈！路过人间，唱给所有校园的学子们。
听歌了，听歌啦。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通过机会，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他们的声音好搭呀，就都是清新温暖的感觉。你们觉得我的声音是什么感觉？一曲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随。都不相见，都不相见。你们有没有觉得唱的有点大山的温暖的感觉？丛林里的感觉。就是那种猎豹在丛林里奔跑，就是很有画面感。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相遇离别，谈春爱之缘，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要理解？莫非是心里面了无人烟？是感冒的感觉。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唱歌就会有一种感冒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鼻音好像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特色。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胡海泉，送给房东的猫。这首歌的感受和理解，一起合作，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有没有一种快速步入社会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我唱的话，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应该是在人间走一遭的感觉吧。倒不是说我是仙女啊，我只是说我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可能是站在上帝视角去想在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包括等等这些比较深刻的一些回忆，但是是温暖向的，因为这首歌的编曲，然后包括它旋律的特点，它都不会是非常就是悲伤类，我是这么觉得，我听着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是清新温暖的感觉。我被什么歌曲治愈过？其实我觉得音乐听的心情会变好，但是它可能就是如果要是治愈我的话，可能是有一些故事吧，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音乐背后的故事会比音乐本身更打动人，在我认为，然后可能会就是伴随着音乐加故事会治愈我。我心中的好音乐、好舞台的标准是什么？先说说好音乐吧。我觉得首先从歌曲本身来讲，它要有一个可以编曲跟旋律都结合在一起，让别人听着很舒服，再加上歌词跟旋律和编曲本身融合在一起，叫好音乐。那么就是除去歌手来讲啊，因为歌手是后加入的声音了。那么我觉得好舞台的标准的话，我刚才说的好音乐只是基本的啊，就是比较基本的。如果你要是说那种再深层次的，就是说要数讲好多了。那如果要是说基本的一个好舞台，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义吧，看你看重什么。如果你看重有人听你唱歌的话，那就是有观众的，就是好舞台。但如果你更看重你自己本身站在舞台上的感觉的话，那就是随便哪里都是好舞台，就是哪里都可以，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了。确实会有一点点学长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可以，跟着海泉哥学到一些东西。哇！对，我刚刚还底下跟佩玲说呢，我说因为确实多少都会有点紧张，然后我就看你们在讲什么老师，然后他就特别坚定的眼神，然后我就安心了的感觉。有一个场外信息吧，算是因为海泉老师他已经是肠胃炎连续几天，所以他自己是很不舒服的，他站着也是很难受，对，就脱水了嘛。但是反而因为刚好是一个碰巧吧，我觉得就是海泉老师今天唱歌会有一点点脆弱感。对，确实是有无力感。所以我觉得那边的美好，永远抱着美好去看这个人间就好。对，我们慢慢一切都是要自己经历，就会慢慢成长。然后我很喜欢刚才那个感觉。谢谢。其实这个作品我觉得特别神奇哈，因为他唱的是同样的歌词，但是有两个艺人来唱，它是完全的两种不同解读。那我们今天听到了小黑和佩玲的演唱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青春期对于生命、对于真理的很多的一些探讨，它有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那个状态。你们永远都值得你们的歌迷来听你们的歌，谢谢。谢谢，谢谢。整个表演看完，我发现哇，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我也特别的惊喜。通过整首歌的设计、编排以及轻摇滚的乐队元素的加入，这一次给了房东的猫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有的时候看起来柔弱的他们，一旦在音乐当中展现出了那种可以坚定的力量感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更加的强大和动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两组音乐合伙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胡海泉，送给房东的猫，谢谢。
接下来出场的是周深、吴孟舟给我们带来《调查中》。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百视 TV、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救赎后世界是灰色，坠落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哽咽，最初终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慈悲？那不中的我是防备，我在做最好的磊落。或者开头。我胖吗？我脸都这样了，你也不让我吃点水果，我吃点水果怎么了？这会胖吗？这不会胖啊！我一天什么都没吃。镜面倒映出的你，我悄声破碎，期待永恒的回馈，也许已走向明媚。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救赎后世界是灰色，好好听啊！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哽咽，最初终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自？那我现在就晕过去。我是防备，请求不再做。我觉得周深老师的声音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他有很多样的那种声音，就是他不只是你想到的声音，就是你想不到的声音，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他是衬在后面的，就很好听。悄声破碎，期待云霄的回馈，也许已走向明媚。这个麦克风是什么牌子的？放弃结落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哽咽，最初终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好好看。有一种冷漠是防备，我在做最好的磊落感。电视容易，见识难，愧疚爱一切怎办？哦等，传人曾我演一串，燃烧最后的严寒。是否还值得？救赎后世界是灰色，跌落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哽咽，最初终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自卑？有一种冷漠是防备，我在做最好的磊落。真的好像一个希腊故事，你们有没有画面感？就是那种有一对恋人吧，反正就你咋了？然后他们生死诀别了，最后都死掉了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孟舟，是刚才蹲下了是什凄么原因？美的那种希腊故事的感觉。我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这首歌
为啥？就这一遍是唯一我没有唱错词的。我觉得吴孟舟为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想法的一个音乐人，而且刚刚的整首歌的编排、一些设计等等，我觉得都是你才华的表现。然后中间的那段钢琴，我觉得弹得太帅了。电子音乐人不只是会打碟，不只是会在幕后点鼠标，他其实还有非常强的古典钢琴的基础。说到制作人，这首歌的真正的制作人，我觉得应该是周深老师。我可能占个30、40这样，别，但是差不多，我们50%吧，我们。因为真的改了很多个版本。是在抱怨吧？我们中间加的那段意大利文，它其实原版是英文的，它是一位歌手莱昂纳德科。你们也觉得好听哈，我也觉得好听。是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孟舟，其实你真的是可以更加的自信了。今天在这首歌曲当中，不是，我不是说我的麦克风不好看，我是就是因为我没见过这样的，就是突然提出了一个疑问而已，你们不要想太多。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出彩的一个你作为制作人的才华的体现。谢谢刘老师，谢谢，谢谢阿维的用心，我们把掌声送给周深，送给孟舟。谢谢。节目联合微博发起了分享天赐的声音点歌活动，得到微博网友的积极响应。感谢你们在天赐的声音超话中分享心愿歌曲《可惜没如果》。今天呢，就由胡彦斌和汪小敏共同带来这首《可惜没如果》。这什么奇怪的要求啊？可以在2个腮帮子各放一个草莓吗？为啥呀？我不懂。抉择时刻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好听。哎，买了就不能浪费。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这一笑带过。太酸了，我还是浪费吧。回去榨汁喝。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没如果，只剩下结果。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我觉得这个女生现在应该她很难受。因为这首歌有点低，对他来说。男女合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女生会
没有办法展现出自己最漂亮的音色。我们把掌声送给汪小敏，送给胡彦斌。彦斌老师要选择这首歌跟小敏再一次在舞台上呈现，是不是因为上一季2次合作没有拿？故事应该算拿到这首歌，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我要带入这个情绪，我的压力已经大到就是从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在难过，因为我一直在调动自己一些比较悲伤的一些情绪。因为这是他第2次选我嘛，然后我是非常非常想要祝他拿到一个金曲，然后也不想让冰冰失望，也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就你把自己压，没有，你把自己压力搞太大了。我觉得小敏唱得很好，她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是可能集合的歌手和演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哈，在你身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谢谢，我现在还在这样。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因为斌哥是一个在私底下完全不丧的人，所以你想看他 emo 的样子，可能只能在台上看到。所以每次我就看他要正经唱歌的时候，我自己也得准备一下，因为就是哇，他这么伤心吗？反差是吗？就我也得准备一下，要适应一下台上的这个他，你知道吗？会有这种能力吧，就是能发掘出来自己平时没有的那种情绪，展现给大家。小敏，我觉得她唱歌的时候有一种魔力，就是会让你心碎。唱得好的人很多。平时翻唱大家耳熟能详，耳熟能有压力吗？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每首歌虽然伴奏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歌手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歌手经历的故事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个人的演绎也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大家听到的故事也不一样，所以不会有压力，只是觉得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诠释吧。如果我要是有幸，比如说就像跟胡彦斌老师一起合作，如果这首歌的话，可能我个人所想演绎的风格更是偏悲伤感吧，就是会更加着重的描绘与2个人分离的感觉，就是一个在那边，一个在那边，就是不一样的，也不会站在一起唱歌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像2对恋人在用歌声描绘自己的遗憾，2对恋人，1对恋人，2个恋人在用歌声描绘自己的遗憾，在抱怨对方为什么你不再走一步，就是那种对这段感情的不甘吧。我觉得可能更多我会往这方面去靠吧，所以很喜欢。谢谢。今天回去我要一直要听这首歌，真的是有这个感动，就是你们的那个设计，那个和音呢，简直是太好了。我在这舞台上很少听到神级别的一个穿插的一个和音的转换，特别好听。
谢谢。再次感谢胡彦斌，谢谢汪小敏。接下来根据抽签，最后一组登场的音乐合伙人是张碧晨、赵磊，给我们带来《定风波》。好绿的光。心里扬长，成就一生红颜，潮起潮落，里里外外都体面。你陪了我多少？哎，我还没听过这首歌哎。穿林大雁，过程轰轰烈烈，花开花落，一路上起起跌跌。春夏秋冬，明和灭，怒海为险。好不容易有一年，渴望的你竟还没有出现。假如成功就在目前，为何还有不甘时间的诺言？一辈子忠肝义胆过云天，撑起那风起云涌的巨变，过尽千帆沧海桑田。你是唯一可叫我永远怀念。你走心了。锦上添花不如一蓑烟雨，满堂盛宴还不如一碗细面。金水一瓢也香甜。有谁一人平生可以不痛不欠？漫漫长夜，唱起那谁的人面。想到疲倦的人间，不再想念。好不容易有一年，渴望的你竟还没有出现。假如成功就在目前，为何还有不甘时间的诺言？一辈子忠肝义胆过云天，撑起那风起云涌的局面。浪淘尽沧海桑田，你是唯一可叫我永远怀念。尝尽两丝川流年，你是我心坎里唯一的思念。这首歌作为一个合作曲目，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我先回答第一个哈。我知道。我觉得就是这首那个男女对唱，因为张碧晨老师的声音本身厚度会更厚一些，然后他的低音也会更饱满一些，
所以就是听起来的话，它就不会很累，就是本身声音音色的问题，所以就是跟男生合唱的时候，也不会就是不吃香吧，我觉得就是也会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听的音色，就是我听下来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从音色上面来讲。然后因为这首歌我之前没有听过嘛，这首歌我觉得它那个会比较古风一点，然后就因为张碧晨老师的声音很有故事感，所以反正因为我第一次听是听他唱，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我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我其实没有就是特别就是着重一定非常喜欢的音乐风格，就是只要是好听的编曲、好听的旋律，我都会喜欢，无论不分到底是什么风格。但是我平时更喜欢听的还是慢歌多一点吧，就是平时喜欢听，因为比较能那个舒缓一点，就是能安抚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姐姐刚才我没有回答，未来还希望尝试哪些曲风？其实我是希望自己每一次出的作品都是有一点变化的，就是不会太相近吧，我觉得，除非那种特别好听的可能会相近。是有的，就是最近是有在创作新歌的，但是等一下后面是啥？是什么主题？什么主题呢？这个你们可以幻想一下，就从我刚才的那些动作和表情去想一想。哎呦，岔气儿了。好，想到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适合唱一首很大线条的歌，而且这个歌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吧，因为好多年前我在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想唱这首歌，结果当时呢，在我去的前一轮已经被另外一个老师唱掉了，所以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遗憾和宝藏吧。碧晨姐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了我很多，就特别像一个声乐老师。对，就碧晨姐说，你有没有一些比较难过但是又释怀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带入到这首歌里面。所以我刚才唱的时候，其实是内心暗流涌动的感觉就很强。这首歌其实是一个中国风的歌曲，对，中国风。其实我觉得中国风的歌曲是非常挑人的。我觉得今天赵磊其实和碧晨两个人的声音是在整首中国风的这个氛围当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然后碧晨啊，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过尽千帆的时候手一张，哇，就很有那个侠气的感觉。对，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氛围感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中国风是有一个很神圣的向往，虽然我平时唱了很多 OST 都是五声调式中国风，但是不一样。今天这首歌，就我会觉得我想要的中国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慢歌其实很多非常难唱，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你们每一个字的处理和发音，就是他那么慢去描述这样一个很有中国风的歌，我觉得完成的非常非常好，很喜欢，谢谢。慢歌确实比快歌难唱。谢谢碧晨，也谢谢赵磊。我们在这里要请上我们所有的飞行音乐合伙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各位。马上进入东阳光甄选时刻，有请我们5位声音鉴赏团的老师进行现场合议，推选出本期的推荐金曲。哪首歌最打动我？有请代表为我们来公布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推荐金曲是。由胡海泉和房东的猫带来的《路过人间》。
啊！恭喜恭喜胡海泉，恭喜房东的猫。哎，那我现在有请海泉老师来。所以我不是要猜最终的这个是吧？那这不剧透了吗？我这不知道了吗？只是我就分享我自己的是吧？准备的天赐礼盒。我最能打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的那个，就是因为在舞台上舞台感啊，包括就是舞台赋予的等等等等这一些东西，所有的加成加起来，其实它的故事本身的故事感是全部大家都非常的好的，然后所以其实那么就是看除了这些，那就是看编曲和双人合唱的搭配度。我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是开端那首歌哈。我个人比较喜欢开端那首歌，因为两人的声音非常的搭，然后再加上和歌曲本身也很匹配，然后再加上编曲我也喜欢，对，这是理由。天上就播到这一期就正好看完了这一期呢我们就正好看完了。那我们这一期天赐的声音就播到这里了。其实咪咕放映厅不只为大家准备了精彩好片，还有神秘的惊喜在等着大家。大家可以在微博带话题五一云陪看计划，分享今天一起看天赐声音的感受，或者宅家过五一的欢乐趣事，就有机会被咪咕视频翻牌获得福利。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会儿天，然后进入游戏环节。对不起，看手机。我们来，我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然后我可以回答。对的，就是现在。等一下，有点延迟啊！你们可能看到我说的话会有一点延迟，所以就是我现在要看到你们发的问题也会延迟。是这样的，就是不能问问题，不能问。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不能回答，例如新歌这种事情，就是卧室也不一定永远都是那么整洁，有的时候可能着急出门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人帮你收拾，所以他可能着急出门，他就会乱一点，回家工作结束回家以后再收拾这个样子。有工作就会去吧，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去成都，因为我一直很想，因为我爱吃辣嘛，所以一直很想去吃那边的好吃的。是下面有准备一个游戏的两项组。游戏。随便拿一个。那这个是干嘛的呀？我以为这是我的惩罚，拿这个扎我呢。好可怕。展示一下歌单，最近在听的歌有哪一些？其中单曲最多。我得念清楚，要不然你们不知道。其中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分享最近在听的歌有哪些？我看看啊。那我就是最近播放的第一首呗。其实我好长时间没有
打开我的这个听歌软件啊。最近播放哪有最近播放？哦，在这儿，我看看。啊，哎，等一下，怎么开始响了呢？哦，对，它有一个那个记录哈，就是，哎，这怪尴尬的。我看看是哪一个？哦，是《Lonely》这首歌，就是最近单曲循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我学了这首歌，所以就是播放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分享最近听的歌是哪些？就是翻唱的歌吧，就我最近新 cover 的歌，因为听了很多翻唱版本，就是自己翻唱之前我就很好奇大家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类的这种演绎，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下一个，哎，反了，请用不同的唱腔来演绎一段歌词，歌词和唱腔自定，分别如分别用，落了一个字，如分别用怒音、气泡音、高八度、低八度等。那我就唱我先唱那首歌吧 ，OK 吗？就我新 cover 的那首歌，好吗？录音啊，这是会不会有点奇怪？等一下，我想，等一下，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对不起，我感觉我好像又得罪了陈奕迅老师。就是说，又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气泡音，还是一样的。哦，选一种就好。哦，它是上面说用不同的唱腔来演绎一段歌词。气泡音，气泡音好难啊。你会不会每一个字都要用气泡音，真的很难。你会不会？算了，过了，这个过了，这有点怪怪的感觉，这像是来搞笑的。高八度，你好奇怪，算了，我不唱了，咱就这样吧，要不然就是说我新 cover 的歌都被毁了那种意境感。再看下一个吧。好，从本期节目中选择一首歌曲进行翻唱，备注：咪咕音乐版权里有这些歌谣。哦，好，对不起，没听见。黄主任第一次突围轮路过人间，可惜没如果。顶风波就是我现在要唱吗？可以唱两句，如果你有感兴趣的歌的话。我只会唱，可惜没如果。可以唱两句，就唱两句。可是我不知道歌词是什么。对不起，陈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恰好都是你。从头开始吗？可以先唱两句，如果你有比较想唱的记录。那我从头开始吧。好。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
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会不会有点太长了？好，就这样吧。看看大家在讲什么。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和大家一起看天赐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开心。这个5·1小伙伴们也不用担心假期会无聊，咪咕放映厅5·1特别企划，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安排，各种剧综影视都会陪着各位看官陪同观，都会有陪看官陪同观看。对不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哦。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都可以度一个开心的假期，拜拜。